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宋威龙化身工地男模，野狗骨头为播鲜热，糙汉美学引爆屏幕新性感。近日，演员宋威龙在新剧《野狗骨头》片场的一组工地造型路透照片意外在网络走红，掀起了一场关于男性真实美的讨论热潮。照片中，这位曾以偶像剧男主身份为人熟知的青年演员，彻底抛弃了往日干净清爽、气质贵公子的荧幕形象，穿上沾满尘土的工地工装，头戴安全帽，在钢筋水泥之间挥汗如雨。那件深蓝色紧身工装被汗水浸透，勾勒出隐约可见的肌肉线条，而他脖颈上的灰尘与水泥混合而成的痕迹，又让人真实地感受到劳动的气息。这组照片曝光后，迅速登上微博热搜榜首，话题宋威龙工地男模在短时间内阅读量突破3亿。不少网友评论称这才是真正的男性荷尔蒙，建议这种造型伴永久锁死。从视觉上来看，这是一次彻底颠覆既有形象的尝试，但从更深层次分析，这是宋威龙主动转型、自我重塑的标志性动作，而他所选择的路线，糙汉美学正好踩在了当代观众审美的新风口上。从偶像剧少年到现实主义硬汉，宋威龙走出了自己的破圈路。众所周知，宋威龙出道以来的荧幕形象多以清秀俊朗、气质温润的少年为主，无论是《凤求凰》中的古装美男，还是以家人之名里的邻家哥哥，他所饰演的角色多带有某种理想化的气质。这些形象曾让他圈粉无数，也让他在青春偶像剧赛道上稳坐 C 位。但随着95后演员逐步进入演技与作品的深水区，如何打破花瓶标签，实现从流量到实力的跨越，成为了这一代青年演员必须面对的问题。而宋威龙显然已经意识到，仅靠俊朗外形与偶像滤镜已经难以支撑长期的职业生命。他开始尝试拓宽表演的边界，选择更具现实质感与挑战性的角色野狗骨头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一部作品。据悉，该剧改编自豆瓣高分小说，聚焦建筑工程师与文物修复师在都市改造浪潮中的交汇命运。剧中宋威龙饰演一位白手起家的包工头，从最底层的建筑工人一路打拼，展现出一股市井奋斗者的韧劲与人性光芒。为贴合角色身份，宋威龙不仅主动提出素颜上镜，还提前2个月开启了高强度的体能训练计划。每周3次拳击课程与重量训练让他的体脂率降至12%，整个人的身体状态更加硬朗结实，符合工地劳动者的角色设定。据剧组造型师透露，宋威龙的每一套工装都经过特殊做旧处理，甚至使用水泥粉喷洒制造自然磨损效果。工作人员回忆，他扛着钢筋走过碎石堆时，连真正的建筑工人都停下来盯着他看。观众为何爱上工地男模？糙汉气质成为新性感密码。这股糙汉美学的走红并非偶然。近几年，随着脱精致化趋势在社会各层面的渗透，观众对于男性形象的审美也悄然发生变化。以往荧幕中常见的奶油小生玻璃皮肤的男主形象逐渐让人审美疲劳，取而代之的是带有生活痕迹、劳动气息甚至粗糙不完美的男性形象。宋威龙这次以工地造型亮相，恰好踩中了这一情绪风口。某追星类 APP 在热搜发酵期间发起的民意投票显示，有高达82%的女性参与者表示，汉师工装的形象比西装革履更具吸引力。评论区也充斥着安全帽比王冠更性感，比小奶狗更有安全感，建议这身造型永久焊在他身上等热评。这种审美的变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
反映了女性观众对于更具力量感、更贴近现实生活的男性气质的向往。心理学专家指出，在长期被过度修饰与美颜滤镜包围的荧幕环境下，带有真实肌理感的身体与形象反而成为稀缺资源，也更容易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。男性的性别魅力逐渐从单一的俊美转向真实、可靠、有担当，这也正是工地男模形象受到欢迎的深层原因。拍戏不是走秀，真实塑造是底气来源。尽管颜值加工装的组合足以赢得短期流量，但宋威龙此次转型并非浮于表面。导演陈正透露，为了更好地理解工地角色的生活状态，宋威龙曾在建筑工地实习整整2周，每天凌晨5点起床，跟着工人搬钢筋、拌水泥，晚上回去还要进行对照笔记和身体训练。拍摄期间，他坚持不用替身。有一场大雨中抢修脚手架的戏，他在泥水里摔倒7次，指甲缝里都是黑泥，身上多处擦伤，但却拒绝中断拍摄。剧组中的老戏骨纷纷对他这种肯吃苦的态度表示认可。在这个流量时代，很多演员依赖替身与特效掩盖表演短板，而宋威龙选择回归到最原始的体验法，用身体贴近角色，这种笨办法反而更能打动观众。某资深影评人感慨，真正好的表演从来不是对着镜头摆 pose， 而是在角色中沉下去，让人分不清他是演员还是人物本身。从营销视角看，暴徒背后有逻辑，回溯整场话题的发酵路径，也可以看出剧组在营销层面的精巧布置。宋威龙的工地路透图曝光，恰好卡在媒体探班前3天时间节点，既制造了视觉冲击，也为后续宣传打开舆论空间。照片中有仰拍展现下颌线条的角度，也有领口微敞、汗水流淌的抓拍细节，明显经过专业团队策划。这种具备传播逻辑的视觉糖，在满足粉丝窥探欲的同时，也精准触达了核心受众群体，成功完成从剧集预热到话题制造的过渡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宋威龙话题大火之后，某知名运动品牌立刻调整秋季广告方案，将工地风老感元素作为主要视觉风格。这也从侧面说明，这种原始力量型的视觉审美正成为新的消费趋势。而更有意义的是，这次话题还推动了部分公益议题的曝光。多个建筑行业相关公益组织借助热度发起高温下的建设者行动，向一线工人送出防暑物资。这种从娱乐流量向社会责任的自然过渡，是一次值得肯定的正向传播案例。从工地走来的演员，才更懂角色的灵魂。热度之外，观众也开始注意到宋威龙的内在变化。随着越来越多拍摄现场的视频曝光，网友发现他并非只是在靠装扮硬撑角色。有一个镜头中，他坐在工地角落吃着盒饭，抬头间喉结滚动，随手抹汗的动作自然流畅，丝毫没有演技痕迹，完全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转变。这种蜕变令人想起梁朝伟在《阿飞正传》结尾长镜头中无言的深度。当一个演员能用身体、用眼神去讲述人物的命运，而不依赖台词和情节推动时，才意味着真正走进了表演的核心。野狗骨头尚未杀青，已未剥先热，这不仅是对宋威龙努力转型的回应，更反映出市场对高质现实题材剧的渴望。在这个快速更替的娱乐时代，颜值或许是通行证，但愿意扛起钢筋，沾满泥水，与角色一起咬牙前行的那份勇气与坚持，才是一个演员最扎实的资本。当夕阳落在混凝土与脚手架之间，宋威龙扛着钢筋走过碎石堆的背影，似乎在无声宣告，真正的演员从不怕弄脏自己的羽毛，而愿意在泥土中找到灵魂的光芒。